好，回到环宇全世界，我们就来看到，刚刚特别提到了高科技啊，像是 AI 啊、半导体啊，相关都不断的去狂飙。那讲到 AI， 也看到了这个辉达的执行长呢黄仁勋，他这个礼拜到了亚洲，他的亚洲行先到中国大陆，因为呢去参加这个分公司相关的尾牙，同样最重要的其实是呢拜会客户跟官员啊。当然先到中国大陆，再到台湾来。那对于外传呢？大陆方面已经批准了辉达第一批的 AI 晶片，也就是 H200进口啊。他到台湾的时候，第一个被问到的问题就是这个，他就回答说：“哎呀，这是假新闻呐！”而且呢，还反问大家说，应该要思考的是，放出这样消息的人真正的用意是什么？大家听得一头雾水啊。之前传的是说，这个 H200呢已经放行，可以到中国大陆去，而且呢相关的作业程序都已经在进行中。可黄仁勋也说呢，过去几天他在大陆访问的行程当中，他见了客户，也见了官员，可是辉达到目前为止没有收到任何 H200晶片的新订单，而且他还补充说 ，H200这款晶片非常适合中国市场，决定权现在就在中方的手中，台湾仍然在考虑，而辉达正在耐心的等待。H200所代表的这个美中科技之间的大搏斗哈，我们其实追了很久哈。特别请教洪文顾问哈，因为最近看到您的一篇文章，就是拿微影当作例子。微影是目前 AI 伺服器的大赢家，那创下了台湾上市柜企业每股税后纯益最高的纪录，在2025年它的 EPS 是高达275.06元。美中市场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在这篇您的文章当中也特别提到哈，是微影的董事长洪立宁，他认为说，选择中国大陆市场现在要面对的风险，不只是大陆本地企业，还要特别要思考的是背后的中方政府。那同时这次也看到辉达其实跟微影也很像哈，他必须要面对就是跟中方政府打交道哈。您觉得在处理 H200这个大订单，他在这个上面黄仁勋他可以怎么去从中？因为这个牵扯到不只是单纯的商业，它是牵扯到很多的政治思维。是没错，我觉得对辉达来讲他当然是希望卖中国嘛。你一家公司现在已经是全世界最领先的公司，它其实它在 AI 晶片 GPU 市场，它事实上它的市占率也超过90%。所以他当然希望卖到中国，现在当然是川普总统不让他卖嘛，那还有中国政府也有一些这个比较考量很多啦因为最主要是他要扶植本地的企业所以我想就是说，现在这中间还在大家拉锯之中。那我想黄仁勋呢对政府我觉得他一直都是保持很低调，而且是很友好啦我想他当然很知道中国对他是有一些这个限制嘛，但是你看他去大陆还是腰还是弯得很低啦身段很柔软。那我觉得，但是刚刚在讲到说微影这件事情跟辉达这件事情，我觉得有一点点小小的差异我解释一下。我那时候写这个微影为什么？因为这公司当然大家都知道，它是很重要的一个 AI 伺服器的公司。它在2012年成立的时候，它是从伟创分出来的。那时候，洪董事长他考量什么呢？他那时候他说，因为他要做这个市场，他是想要避开大陆的 BAT， 就是百度、阿里巴巴跟腾讯。他以美国的那4家，微软，然后Meta， 还有 Google， 还有 AWS， 以这4家为主。那他那时候的考量是什么？因为他说他去中国大陆设厂他的 IP 一定会被拿走。他说他已经看到这个结果，所以他要走美国市场，他不要中国市场。那这个情况其实是做对了这个决定因为现在整个 AI 的发展 ，AI 伺服器的推动，事实上都是美国嘛，美国是领先的，而且是非常明显的那辉达，那现在我说辉达跟微影不太一样，是说辉达基本上它整个供应链都不在中国了。它不像微影当年，它可能要考量，它现在整个供应都是台湾或者是只有很少数一家公司叫这个盛宏这个盛宏科技，对，是大陆的 PCB 厂商。那时候那个黄仁勋在赵元宴的时候有没有？他邀宴，其中有一位就是在其中一位，对，就是那个盛宏的那个陈涛，也就只有一个，其他都是台湾嘛。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它整个供应链其实它已经没有不用担心被中国IP 被拿走，对，他现在其实重点是要去销售而已。那他希望销售，这个是最终的结果啦。那
但我觉得就是说，他当然是希望有销售的机会，但是他事实上他把 AI 晶片都卖到全世界。不过这次黄仁勋来的时候，他特别在一开始就告诉大家说，这个 H200的订单说中国大陆已经放行了，说这个是个假消息啊。他说你们应该去反问，为什么有些人要放出这样的消息？大使你怎么看？我觉得啊，这个黄仁勋啊，他算是个科技的这个人才，而且也是个全世界的一个 international figure， 和他的这个政治的 political sense 啊，我觉得他是非常非常高明。你看，像他是华人的背景，可是在台湾出生，他来台湾多少次了？就这一天还在台湾，大陆也去了很多次。可这两个这个两岸的这个领导人呢，他从来不见面，他从来不见面。那个习近平也好，赖清德也好，甚至国民党，他都不见任何人。所以他是有他的一个政治判断非常对，他非常精准。他说宁可不要见了谁之后会得罪某一方，然后影响到我的生意。所以他这个非常精准。当然，只有在美国，他跟川普呢交谈甚欢。有时候川普出去到欧洲开高峰会议，去见英国国王，也带着那个黄仁勋同行，他也乐意跟陪。所以他这个投资的这个人际的关系啊，也非常具有选择性，也非常具有前瞻性。这我们佩服他的地方。其实谈到这个黄仁勋的回答你的问题了，我个人觉得他现在这个回答他的最大的目标是把市场呢多元化的策略。不再聚焦在中国大陆也好，或者是台湾也好。虽然台湾现在台湾媒体把它炒的台湾总部现在在台北市啊干什么讨，可他一都不很积极的表态，连跟那个蒋万安市长见面事情，他也都不做任何答复。那么因此呢，他现在重点并不是光放在亚洲或者是美国。当然这些年来他在中国的事情呢，中国的占比呢，他的市场中国占比已经从过去的肯定高到20%。它的收益的占比一下跌到最近很低很低，是，当然这受了美国打压的影响。和现在大家不要忽略，黄仁勋他现在重点是摆在欧洲跟中东，他最近呢跑了欧洲很多次，我觉得他的现在，比方说他的投资欧洲的 AI， 这是他的新的目标，投资欧洲很欢迎他，欧洲 AI 根本不像我们亚洲做的火红，他很欢迎这个 NVIDIA 来投资。第二个呢，他要去所谓追求争取这个中东所谓主权基金的订单，中东主权基金，中东是一个重点。对，所以欧洲跟中东，它的新的目标，它反正做得非常很自在，没有任何的政治考量。你在亚洲跟美国，中国跟美国要考虑东考虑西，G2的压力很大。对，那可是在欧洲跟中东，它的新的一个 playground，一个 play field。所以我觉得黄仁勋呢，他这个总而言之，就回到我刚刚讲，他市场多元化，不再依赖某个地方，可是也不主动的放弃它。这是一个走个折中路线，这是他目前未来的方针。辉达确实对外对内都有很大的竞争压力哈。对外当然就是中国大陆的非常强劲的对手华为啊，对内其实还有像是超微啦，现在连 Google、Amazon 其实都是他在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哈。他们也要开始生产他们自己的 AI 晶片啊。那现在这次黄仁勋到台湾来呢，其实他也参加在台湾这边的这个尾牙，当然这个。非常多人簇拥着他，然后呢，他也一改先前穿着黑皮衣外套的造型，他现在是改成是穿花衬衫。这次来的时候呢，特别说，你们觉得这样是不是很有台湾特色啊？走台客风。那当然，除了尾牙，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刚才洪文顾问提到这个赵元燕就是他跟辉达供应链在台湾这边的整个台湾供应链的相关厂商大厂们的这个吃饭。那这次包括了台积电、广达、鸿海、伟创、联发科、细品等等另外呢，是在2025年5月，去年大家还有印象的话呢，其实在 Computex 呢，黄仁勋发表演讲的时候呢，还秀出了辉达的合作伙伴，总共有122家之多现在深度布局在台湾的供应链，一方面当然也希望能够抓紧中国大陆的市场，因为两边都不可放有一句形容词如履薄冰，可是呢，却也看到他游刃有余这个吴越老师，您怎么看他夹在 G2 两强中间做生意的 Pitbull？我想辉达大概很清楚的，如果像以这样一个 AI， 它需要将近100多家的供应链，当然顾问最清楚，从台积电、广达、仁宝、鸿海、以将，当然一定是跟台湾，这个没有问题，但是他也很清楚，全世界2个最大的市场，一个就是美国，一个就是中国嘛。中国这样一个 AI 的这市场规模，至少有500亿美金以上那刚刚顾问讲的。本来辉达在中国的市场占它的销售的占有率最高都还有将近15到20%，现在就是等于0了嘛。那因此面对中国这样一个庞大市场，如果它的产品卖不到中国去，
对，那它的产品在将来中国整个发展起来，它完全被取代了。对，那这个被取代是什么？当中失去了中国市场，这个不是你从中东南美洲那些国家呢，它可以的嘛？因为你一旦那个市场它发展起来，有自己的规格，有自己的标准，你就永远失去到一个这么庞大的市场。这也是为什么双方的争论所在嘛。所以说变成说，现在美中这地缘政治的博弈，本来在拜登时期，顾问最清楚，他连 H20都不准卖。现在已经到达 H200 要卖的原因，是因为 Trump 愿意让他卖。那中国要不要接受他的考虑的原因在这里嘛？对，他们会认为说，如果我接受到，当然 H200肯定比 H2 强太多了嘛，但是它总是比不上最先进的像 G200嘛。那因此中国也在考虑说，也在做一个 bargain chip 的。如果我接受的这样一个，虽然不是最顶尖的，但是勉强对中国 AI 有用的，那会不会等于是扼杀了我自己的自主创新？对，会不会影响到我未来的发展？或者说我透过这种 bargain chip 的，说不定我还能够争取到更多的嘛。所以双方在这个市场上来讲的话，所以 AI 的问题很清楚的。对于所谓的黄仁勋，我相信他很清楚的。对，以 AI 这个系统，顾问一定比我们更清楚的。这个一个地球两套系统标准应该已经成型了啦。是。这个部分不可能有所谓的 AI 这个问题上，不可能美中之间还会有任何的像这种高阶合作的可能的。但是这样一个地球两套系统，那究竟中国还是一个广大的市场，仅次于美国最大的市场？那到底黄仁勋的这样一个回答，要不要在这市场占有，持续保持占有，还是他要彻底从这个市场等于是完全撤出，而让另外一个系统起来，完全取而代之？所以他的抉择就在这个抉择嘛。那这个抉择其实不仅涉及到有关于他的企业的布局，涉及到美中之间的地缘政治的大国的博弈，也涉及到什么？也涉及到辉达本身跟什么？跟北京积极想要扶持自主创新华为之间他们的一些科技竞合的关系嘛。对，所以其实这样听起来，就是市场如果失去的话，不只是说在利润上有很大的损失啊，就是对于这个市场一旦没有了以后，其实对于辉达在研发的实力上面也会是一个非常大的人才。一半以上的 AI 的人才基本上都是中国人的。对，不过像刚刚大使也提到哈，黄仁勋夹在这中美两强之间啊，游刃在这当中，其实两方都有很大的压力，但是他也有了自己的一套跟中美两大国互动的方式，所以其实他应该做外交官的啊，但因为做外交官绝对没有比做商人来的赚钱。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中美互动牵动全球，美中竞争地缘争霸，外交、军事、科技、经济，多元观点，权威分析。一同掌握2026全球新秩序、新赛局。每周6日，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